什么是富人思维？到底是富人思维让人变富，还是富了之后才有的富人思维？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。我们一般说的富人思维，准确的说是令人变富的思维。那究竟存不存在变富思维？存在，但所有告诉你具备了某种思维就一定能变富的，都是骗子。变富思维不是变富的充分条件，也不是变富的必要条件，它只能提高你变富的概率。典型的穷人思维就是把一切解决问题的方案都默认成充分条件，把变富思维当成变富公式。下面这3点变富思维虽然不能保证你从此逆袭，但一定能让你更接近财富。1. 立刻行动。穷人永远处在准备做某事的状态，富人永远处在正在做某事的状态。穷人是手里有多少资源才敢做多大的事，富人把目标和资源之间的关系翻了过来，脑子里先确定要做的事，再开始考虑如何筹措所需的资源。没人可以请，没钱可以借，不懂可以外包，规则可以变通，敌人可以言和，对手可以收买，永远在问题中解决问题。穷人总觉得积累还不够，时机还不成熟。人生不是做菜，不能等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穷人等待的时机永远不会成熟，机会永远不会到来。因为等你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机会早就被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瓜分干净了。一个赚钱的方法，所有人都知道以后，就赚不到钱了。真正的机会永远只存在未知中，往往都出现在你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。敢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人，要么水性好，要么胆子大，想有所突破，认知不够胆魄来凑。追求财富的路上，本来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。2. 避免决策疲劳。普通人每天需要决策的事很多，中午吃什么，晚上吃什么，明天穿什么，周末去哪玩。经济学有个概念叫决策疲劳，短时间内你做的决策越多，就会导致你的决策越来越随意。哪怕仅仅是吃火锅还是吃烧烤这么简单的选择，也会消耗你的决策力。如果你每天的生活充满了琐碎，被无关紧要的事消耗了太多决策力，面对重大决定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做出错误判断。为什么很多富人都有生活秘书？因为他们不愿意在生活的琐碎上浪费决策力。穷人虽然请不起生活秘书，但起码应该在自己有所成就之前一切从简，公式化生活。北大学生韦东奕，一顿饭就3个馒头，1瓶凉白开。乔布斯和扎克伯格在任何场合几乎都是穿着同样的衣服。所以穷人想要突破现状，第一步就是简化自己的生活，砍掉生活中一切不必要的决策，把你的决策力留给最重要的事情。3. 克服自我保护心理。人都有一种自我保护心理，当某件事显示了自己的无能，就会极度痛苦。为了避免这种痛苦，就会开始搜集一切线索来证明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无能。这种保护机制就像一个财富的大过滤器，让一部分人在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上踌躇不前，成为穷人，让另一部分人专注那些自己可以改变的事，脱颖而出，成为富人。克服不了这种心理的人，热衷于分享。比尔盖茨不会告诉你他母亲是 IBM 董事，巴菲特不会告诉你他8岁就参观了纽交所，看到以前不如自己的朋友有了成就，他会说还不是家里给他启动资金和人脉。即使朋友真的是经历99、81难，白手起家，他们还是会说他不就是运气好。这种想法翻译过来就是，如果我也有他们这样的外部条件，有他们这样的运气，一样能成功。同时也是暗示自己，由于我没有这些外部条件，所以我肯定不行。发现了吗？这种人看似是在否定他人，肯定自己，其实是不断的在内心深处否定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主动把一切结果归因到自己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上，亲手把自己关进牢笼，封锁未来的一切可能。他们无论经历多少事都无法成长，无论打多少怪都是零经验，一生都沉浸在自我安慰中，永远无法摆脱一事无成的宿命。从怀才不遇到壮志未酬，最终感慨平平淡淡才是真。这个世界只有3种人：出世的智者，入世的强者，被贪婪和恐惧来回拉扯的庸者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可以追求自由，也可以追求财富，但千万不要用淡泊明志来掩盖内心的求而不得。做不了出世的智者，就做个入世的强者。你好好品品吧。关注四哥，每天分享大实话。